现在是最好的做空时机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比特币呢，目前正在$27,300的位置受阻。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在前期已经有测试过了，它是非常明确的互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产生支撑，后面呢阻力。那我们现在产生一定的阻力就非常正常。尤其呢，目前比特币啊，它已经来触碰到趋势线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并把针尖连线呢，我们就可以画出最严格的趋势线。什么意思呢？其实趋势线啊，即使在同一个位置啊，它也会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画法。那我认为线的粗细呢，有人说我的趋势线画得太粗，我认为粗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线嘛，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啊，但是它却有最严格跟比较松散的。像我这样子乱画，那这就是比较松散的。那如果我连最严格的，也就是我用磁铁连着针尖的，它都被突破了的话，那么这条趋势线它就一定被突破了，因为连着针尖的呢，这个是最严格的。那如果我们趋势线被往上突破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迎来一波比较不错的、比较快速的这种上涨啊。但是我个人呢，其实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看空的。其实我们原因已经讲过非常非常多次了。那我们在昨天呢，我们有比较过，我们在这个位置哦，你可以发现它出现了非常雷同的行情啊，也就是我们目前呢，它上涨的初期呢，也就是回调之前的这一段呢，它其实走的是比较强势的，这一段是走的比较强势的。但我们这一次呢，你可以发现它这两根 K 线它都收出了比较长的上影线。当然了，即使我们的 K 线是比较短小的，但是上影线很长，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我们在更前面的位置呢，这波比较暴力的拉升它在出现短暂的调整、短暂的回调之后，它后面就连续出现了两根很长的实体部分很长的、影线部分很短的阳线。那这两根阳线呢，其实就奠定了我们这波上涨的江山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它其实跟前面走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空的话，其实止损呢，我个人是一定会放在我们前高，也就是28,200的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我们前高被突破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迎来一波比较快速的拉涨。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VPVR， 如果我们打开 VPVR 观察筹码量能累积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真空位第一个就是在29,000一直到27,000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也就是如果我们在27,300突破了的话呢，那我们非常有机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直接来到29,000就像我们前面下跌一样这么快速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呢在走这一段行情，还有这段行情一样的快速。那当然了，我们下方是有一段时间量能堆积的。如果说能突破趋势线的话，突破我们的双重位趋势线，还有水平的互换，我相信来到3万它不是一件难事。但能不能突破前高，能不能突破32000，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上涨，这个就比较难说了，这个就要看后面的表现了。但如果说我们在此处呢，我们抓住了一波空头的行情，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我们这一波上涨它仅仅是一波反弹，我个人以当前的盘面呢，我还是比较看空的。那如果我们目前博弈一张空单的话，肯定是要抓住跌破25000的机会的。那如果说跌破25000，我们可以看到22000 21000这种位置呢，我都认为它绝对有机会到的，因为我们在上方它这个区间已经太大了，而且我们在后面的这波行情呢，它已经出现多头衰竭的信号了。那目前呢，27,300这个位置它就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进底仓的价位，即使呢它是比较左侧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跟以太坊，其实如果我们相比较的话呢，可以发现以太坊呢它是比较弱势的。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观察以太坊，它在当前的行情上，它一样可以画得出一条下降趋势线，而且我们当前呢也来碰触到趋势线这个位置。当然，如果说突破的话，我相信它也可以有一波涨幅的，但是呢，涨幅不会有比特币多，因为比特币它以目前的走势来讲呢，是绝对比以太坊要来的更强势的。也就是如果你考虑做多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做多比特币。当然了，还没有突破，我个人是不会去做多的。但如果我们出现了突破的话呢，我相信这波拉涨还是会发生的比较快。那如果要选择做空的话呢，一定要先从以太坊开始着手。为什么呢？你可以看我们就光讨论我们后面的这一波拉涨，这波拉涨呢，它走的，我们就可以互相比较了。目前这波拉涨回调过后，以太坊基本上是在原本的位置它连新高都现在的位置至少都不是新高，有打出新高，但我们现在呢已经收到了前高之下了。那我们反观比特币呢？比特币它的走势
我们一样框出相同的位置，我们已经比前高要来得更高，而且呢，我们突破了我们前面震荡所产生的这个高点箱体的顶部。以太坊呢却没有，以太坊它箱体的顶部呢，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所以以太坊它相比于比特币呢，绝对是比较弱势的。如果我们要做空，以太坊绝对是最好的选择。那如果说比特币或以太坊出现突破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把仓位呢比较重的位置放在比特币身上，因为它比较强势。那目前呢，其实就可以先尝试挂单了。比特币跟以太坊呢，其实止损的价位都是可以设在前高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设在前高呢？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价位能冲到前高，只要能碰到，不管插针什么都可以只要能碰到，我就认为我们这波空头呢，它就还需要等待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呢，我可以先把单子给挂好我们可以挂在1650，止损呢，我们可以考虑挂在前高的位置，大约在1750那目前很明确的互换呢，大概在165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挂个限价单，比如说呢1650，然后按价值，我更多是按价值我们可以先下一个底仓，然后我们后续呢，我们再考虑加仓，因为目前直接挂单呢是绝对属于比较左侧的方式个十百千万10万，然后设置止损我个人是一定会设置止损做空，那我们这个止损呢是设在1750，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确认。好，那我个人都会挂被动订单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一点点的手续费。那我们就直接按开仓卖出。当然了，如果你比较懒惰的话呢，当然也可以直接市价但我个人比较少用市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呢，我也会用一样的防守，但是我们的仓位呢可以考虑开的小一些，我们也一样也是用限价去开仓，然后我们可以开在27300，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有谈到的价位嘛。然后我个人也都是按价值下单不过呢，我个人会把比特币的仓位放的小一点因为下跌的话，一定是以太坊跌的比较多，而且它也走的比较弱势，个十百千万那我们就先下5万吧。我个人是一定会放置止损在开单之前就会有止损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护我们整个账户。止损呢，我们就是28200，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谈到的止损。当然，我们这是先下底仓，开仓卖出。那我们现在就把单子都挂好了。其实讨论到加仓呢，我个人会比较看重这个地方我们切小一点级别，我们切小到4小时。如果说加仓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它一样走的就是震荡箱体那震荡箱体，我们可以抓住的是它跌回这个箱体的机会，跌回这个箱体，你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呢走成了一个类似这种双顶的结构那如果说我们又跌回这个箱体，也就是我们跌破了26700的这个位置的话呢，那我个人就会认为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点非常好的加仓点当然了，加多加少还是看我们下跌的量能嘛。那为什么会抓27300呢？我们在日线上有看到互换，其实我们在小级别在4小时我们也有看到互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位置前期这里有产生支撑，然后这里有产生阻力，它有互换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精确的这个位置27300，它也连续插了2根针，然后呢碰到之后它就产生了比较迅速的这种回落，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开仓它是比较适恰的。那止损就放前高，如果说前高都能被破，那我们这波空头呢可能在短期内就真的就比较没有机会了。以太坊的话呢，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以太坊它又走得更弱势。那如果说做空的话呢，以太坊它绝对又比比特币要来得更适合。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你是新用户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不用交易。没关系，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可以把你充值的这100，还有送的这30给全部提币走。那 BitGet 你不用交易，不用入金，你只要 KYC 就好，就送你$20的体验金。而且如果你是大陆用户的话，你一样可以在 BitGet 直接 KYC 的。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